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有关终点的问题。好，对于两条直线来说啊，我们已经知道，比如说这是 L1 直线，这是 L2 直线。我们发现这两条直线 x 的项和 y 的项，它们对应的系数是相等的。很显然呢，这两条直线啊，而且后边加的常数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两条直线它就是互相平行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对应系数的比值相等，比如说有这么一条直线叫 L3，它是4x 减去10y 加 m 等于0。两条直线 x 对应的系数的比值等于 y 的对应系数的比值，那么这样的两条直线它也是互相平行的。好，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说一说，对于两条互相平行的直线，比如说这是直线 L1，这是直线 L2，它们俩是互相平行的。对于这两条互相平行的直线啊，夹在两条平行线之间和这两条直线的距离相等的这样的一条直线，我把它叫做 L。L 直线是和 L1、L2 都平行，夹在它们俩之间和这两条直线间的距离和这两条直线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那么这样的一条直线，我们怎么去求呢？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比如说有一条直线是 x 减 y 加1等于0，还有一条直线是 x 减 y 减3等于0，这是两条直线。我们画一下这两条直线啊，把 y 移过去，它就是 y 等于 x 加1，y 等于 x， 1、3象限角分线，加1向上移了一个单位。这条直线我把它叫 L1， 那么这条直线呢叫 L2， 把负 y 移过去 ，y 等于 x 减3，y 等于 x 是1、3象限角分线 ，y 等于 x 减3呢，它是向下移了3个单位。好，这条直线这就是 L2， 这就是 L1。那么和它们俩都平行也就是夹在它们俩之间，和这两条直线距离都一边大的都相等的那条直线应该是谁呢？我们看它在 y 轴上的截距是1，它在 y 轴上的截距是-1。那么这是两个单位，这是两个单位，所以和 L1、L2 都平行且夹在它们俩之间和它们两个和 L1、L2 距离都相等的这条直线 L， 我们就知道了，它呢就是 x 减 y 减1等于0那它是怎么得来的呢？也就是1、3象限角分线向下移了一个单位，它是怎么得来的呢？由于我们3条直线都是平行的，前半部分的系数我们保持一致ax 加 by 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后边就是把常数部分它们俩相加，这是-2，然后再除以2，得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常数。也就是呢 L1 直线它的方程是 ax 加 by 加上c1等于0。L2 直线呢，它是 ax 加 by 加上 c2 等于0我们就借用这个图。好，这个是 L1 直线，这条是 L2 直线，夹在它俩之间和 L1、L2 距离都相等的中间的这条直线 L 直线，它的方程由于我们都是平行的，所以 ax 加 by 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常数是啥呢？是 c1 加上 c2 除以2，然后等于0L 直线是这样的。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我们要把它积累下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具体的这道题。我们看黑板上的这道题，过点山豆2的一条直线 L 被这样的两条直线所截得的线段 AB 的终点恰好在直线在这条直线上，然后让我们求这个直线 L 的方程。我们首先就要观察一下题中给我的这个 L1 直线和 L2 直线，它俩的关系。我们在读题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它们 x 对应系数和 y 的对应系数是相等的。显然呢 ，L1 是平行于 L2 的。我们画一个示意图，画个草图就可以了。这个是 L1，这个是 L2。那么随便的经过山豆2的这条直线，我们可以从它出发，比如说山豆2就在这儿，经过它的一条直线和两条平行线相交，截得的线段是 AB， 一个交点是 A， 一个交点是 B 无论经过山豆2的这个直线是如何画出来的，那么比如说它也可以，这个是交点 A， 这个是交点 B， 那么它的终点一定都在介于 L1 和 L2 之间，与它们俩都平行，到它们俩的距离都相等的这条直线上。所以呢，我要把这条直线写出来。那这条直线显然 2x 减 5y 这是不变的。那它的常数呢，就是9加负7再除以2，2除以2，所以它是加1，然后等于0。我们就把经过山豆2这个点做一条直线和 L1、L2 相交于 AB 两个点。AB 这个线段的终点由于做的直线是不一样的，终点也是不一样的。无论你是怎么样做直线，交于 AB 两个点，终点通通都在 L 这条直线上。好，那么我们还知道AB 的终点还在这样一条线上，所以呢，终点 M 我们用 M 来表示，既在这样的一条直线上，也在这样的直线上，所以点 M 的坐标我们就能求 2x 减 5y 加1等于0，x 减 4y 减1等于0我们用代入消元，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由方程2呢，我们就得到 x 是等于 4y 加1的，然后把它带到方程1当中，那就是 8y 加2减去 5y 加1等于0，3y 等于-3，所以 y 是等于-1的。y 等于-1带到这个式子当中，-4加1，x 是等于-3的。所以呢，终点 M 的坐标就是-3逗-1，就被我们找到了。终点 M 的坐标是-3逗-1，这条直线它叫 L 撇吧。那么这条直线是 L， 它又经过山豆2这个点，又经过 M 这个点。所以 L 的方程我们就可以用两点式来表示两点式表示的方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虽然字母比较多，但是我们记的时候是 y 减去等于 x 减去。如果我把它看成 x1y1， 我把这个点看成 x2y2， 随便这两个点谁是 x1y1， 谁是 x2y2 都是可以的。你呢，观察一下谁比较简单，它比较简单，所以 y 减 y1 减-1，立刻下边要对齐，也写上减-1。前面的这个位置，那当然就给 y1，x 它都减 y1 了 ，x 自然就减 x1 减-3，立刻对齐，它也减-3。前面的位置给 x1 留着，这是3。
我们整理一下，2减负1，2加1，3/y加1就等于3减负3，3加3，这是6/x 加3。每一项都乘以6，2y 加2等于 x 加3，所以呢 x 减 2y 移过来加1等于0。我们要求的经过3到2这个点和2条直线相交，那么截得的线段终点是 M， 这样的直线 L 的方程我们就求完了。它是 x 减 2y 加1等于0，所以这道题就告诉我们一个知识点：当我们知道2条直线是平行的，那么夹在2条平行线间的和它们俩距离都相等，而且平行的这条直线的方程如何去写？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下面的这个题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已知点 A 和点 B 分别是直线 x 加 2y 加10等于0，x 加 2y 减10等于0。你看 x 加 2y，x 加 2y 它是一样的，对应系数是相等的，而且呢一个是加4，一个是减10，显然呢这2条直线是平行的。点 P 是 AB 的终点，让我求一下点 P 的轨迹方程。那么很显然呢，这是介于它的终点一定是落在这2条平行线之间，介于2条平行线之间和2条平行线又平行和2条平行线的距离又相等的那样的一条直线上。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条直线应该是啥呢？那就是依然是 x 加 2y 是加上-10，它是-6，除以2就是-3，所以它就是 x 加 2y 减3等于0。这是这条直线的方程，我们立刻就写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经过点的直线 L 与曲线C， 好吧，我要建立直角坐标系，我需要把曲线C画出来。那么我令 x 等于0，y 就等于3/2，x 等于0，y 等于3/2是 1.5， 大概在这儿。y 要等于0的时候 ，x 是等于3， 1、2、3，所以这条直线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曲线C它所对应的直线。点的坐标是-2逗1，这是-1、-2、-2逗1，点-2逗1。经过点做了一条直线，和曲线C， 也就是这样的这一条直线，以及 x 轴分别相交，交于点 M 和点 N， 而且点恰好是 MN 的终点。那怎么画呢？我们大概好，这是点我经过点做了一条直线，它和曲线C 交于点 M， 它和 x 轴交于点 N， 而且点呢恰好是 MN 的终点。这个时候我要求出 L 直线的方程。每让你求 x 方程，你就立刻要想到4种形式，你都具备什么了？具备点和斜率就点斜式，具备斜率和截距我们就斜截式，具备2个点就2点式。我们知道了它在 x 轴和 y 轴上的截距，我们就用截距式。那这道题呢，让我求这个直线 L， 显然我知道这个点了。那么我接下来呢，我就想找它的斜率，或者是我找另一个点。
找斜率呢，它只有两种情况，倾斜角不等于90度，倾斜角的正确值是斜率，可是我不知道它倾斜角，我也无从知道。那么如果直线上有两个点，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它也是斜率，但是呢，我如果知道了这条直线上有两个点，我就直接用两点式写方程了。好，那么我既没有，所以我要找斜率啊，现在不太容易，截距也不知道啊，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两点式。那这个时候我要想什么呢？我要想老师说的话。老师说，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没有明确想法的时候，那你就要抓特征，从它的特征提研啊，突出的几何特征就是提研，从它入手。那特征是啥呀？当然是终点。不但要抓特征，而且要用式子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怎么来表达呢？点 N 的坐标，由于它在 x 轴上，所以点 N 的纵坐标是0，那横坐标我就设为 a 吧 ，a 都0。点 M 呢，它也不是普通的点，它是在这条直线上的。这条直线的方程呢是 x 加 2y 减3等于0，也就是 x 也就是 x 等于3减 2y， 我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的目的就是我在设坐标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方便。既然点 M 在这条直线上，那么点 M 的坐标我就可以设出其中的一个比如说横坐标或者纵坐标，用方程来表达另一个，因为点 M 的坐标是满足方程的呀。那么我写成这种形式以后，所以我在设点 M 的坐标的时候，我就设它的纵坐标是 b， 为啥设纵坐标呢？纵坐标是 b， 横坐标立刻就是3减 2b， 3减 2b， 你看马上就得到了。如果我要设横坐标，那就不然了。设横坐标的话，你还得呢你看 2y 是等于3减 x 的。你要设完横坐标，你还得把2除过来，它是个分数的形式才能求出 y， 那看起来就不太好看。运算起来呢，分数的形式也不太好计算，所以呢，我都要让它是整数或者整式的样子。坐标我都设完了，下面我就根据终点的公式-2是终点的横坐标，等于两个端点的横坐标相加 a 加3减 2b 除以2。终点的纵坐标就等于2分之两个端点的纵坐标相加0加上 b， 所以呢 b 就等于2把 b 等于2带到这里来。2得4， 3减4这是-1，这是 a 减1， a 减1等于把它乘过来，这是-4，所以我们就得到 a 是等于-3的。a 等于-3，那么点 N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了，它是-3逗0。点 M 呢坐标呢，我们求也可以，不求也可以因为有两个点了，现在我要写这条直线的方程，那么就可以用两点式。好，两点式还是像我们刚才我们之前说的，两点式的方程是 y 减 y1 比上 y2 减 y1， 不太好记，字母比较多，我就只记 y 和 x 的 y 减 x 减。你把谁看成 x1 y1 呢？我把它看成 x1 y1， 显然呢这个点的呢，我可以看成 x2 y2。你看 y1 的坐标多简单呢，那我就减 y1， 立刻对齐，它也是减0，前边的这个位置就给 y2， 它就是1那么它都减 y1 了 ，x 自然要减 x1， x 减-3 x 加3，减-3立刻是加3，前面的位置给 x2 是-2，所以呢，它就是 y 等于1分之 x 加3，那么方程就是 x 减 y 加3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直线 L 的方程 ，x 减 y 加3等于0。好，这道题呢，第一个问我们在求曲线系的方程的时候，又用到了两条平行线介于它们俩之间，因为终点嘛，一定是落在介于两条平行线之间和两条平行线都平行且距离相等的那条直线上。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好，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道题呢，第一个问给了我一条直线，它是含有参数 a 的，含有字母 a。那么这样的直线呢，通常横过定点。第一个问就是让我求这条直线横过的定点。我们还是用分参的方法去做把它都展开 ，x 减去 ax 加上 y 加上 ay 加3a 减3等于0。所有和 a 有关的项结合到一块儿，所有和 a 没关系的项结合到一块儿 ，x 加 y 减3这3项我喜欢加号来连接。a 倍的 y 减 x 加3，然后等于0。a 取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直线，那么所有的直线横过一个点，就是 a 不起作用。那么我就让 y 减 x 加3等于0。无论 a 取任何实数乘以0，它都是0。0加上它等于0，显然 x 加 y 减3也等于0。这是方程1、方程2，两个式子1相加1加2得正负 x 就约了正负 x 约了2y 等于0，y 就等于0。把 y 等于0带到这里来，所以 x 就等于3。所以直线横过3逗0这个点第一个问比较简单，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第二个问我们快速的看一下。第二个问呢，它是经过点 P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横过的定点，它就是点 P。经过它有一条直线夹在两条直线 L1、L2， 我们发现 L1 直线和 L2 直线x 对应的系数和 y 的对应系数的比值是不相等的而且也不相同，所以这两条直线显然是不平行的。那么在平面内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就是相交的，我们呢没有必要间隙去描点做这两条直线，我们画个示意图，找清楚这些点和线的关系就可以了。它的斜率呢大概是正的，所以我们就随便的画一条线，这就是 L1， 它是 2x 减 y 减2等于0。这条直线呢，它的斜率是负的倾斜角是钝角，所以我们就大致的随便的画一条线，这就是 L2， 它就是 x 加 y 加3等于0。那么经过点 P 做了一条直线，什么叫做夹在这两条直线间的线段呢？也就是你做的这条直线 L 这条直线和它们俩都相交了一个交点是 A， 一个交点是 B， 而且呢这个点 P 这个线段 AB 恰好被 P 平分，也就是 P 是线段 AB 的终点。点 P 的坐标我们知道它是3逗0。这个时候让我们求直线 L 的方程凡是求直线方程，马上想到4种形式：截距没有，斜率没有大概率还是2点。怎么找另一个点呢？抓几何特征。什么特征？点 A 它可不是普通的点，它是落在这条直线上的点。这条直线我把它稍微变化一下，变成2x 减2等于 y。
所以我在设点 A 坐标的时候，点 A 在直线上，点 A 的坐标就满足直线的方程，那么我就可以设出其中的一个坐标，用方程来表示另一个，设谁比较好呢？当然是横坐标啊，横坐标是 A， 纵坐标呢就是 2a 减2了。如果你设纵坐标，你还得把2移过去，还得除以2，出现分数了啊，不太好看。点 B 也一样，点 B 是 L2 这条直线上的点，它呢我可以把它变成 y 等于负 x 减3。所以当我设点 B 坐标的时候，由于它的坐标满足方程，我也是设它的横坐标。横坐标 x 呢，这回我就设成 b 吧，x 是 b，y 呢，它就是负 b 减3。我用方程来表示了点 B 的纵坐标，所以这两条直线的方程我都用完了。接下来呢，我继续找几何特征它的特征就是终点。终点的坐标公式我一定要表达终点，所以终点的横坐标就等于2/2个端点的坐标之和，0就等于2/2a 减2减 b 减3。这个分数等于0，它只能是分子等于0，也就是 2a 减 b 减5是等于0的。它呢化简一下 ，a 加 b 等于6，减去6是等于0的。这是方程1，这是方程2，它们俩一相加 ，3a 减11等于0， 3a 等于11，所以 a 就等于11/3。a 等于11/3带到这里来，那么 b 它就等于把6移过去，6减去11/3，6是18减去11/3，它就等于11/11，18减11是7，所以 a 我们也找到了， b 我们也找到了我用其中的一个值就可以了。我用 a， 它呢是11/2a 呢是22/，减2呢是减去6/3，所以它是22/6，减6，它是等于16。点 A 的坐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点 P 的坐标我们也知道了。这个时候要让我求直线 L 的方程，我就直接两点式 y 减去等于 x 减去，我把谁当 x1y1 呢？显然我要把它当成 x1y1，所以它减0，立刻对齐减0，那么前边的位置就给这个 y2 留着，它是16/3。它都减 y1 了 ，x 自然要减 x1，减3，立刻对齐减3，前边的这个位置给 x2 留着。我们整理一下，减0就没有了，除以16/3乘以16/3，所以是16/3y，它等于呢上下都乘以3倍的 x 减3，11减9，它是2，这个3和这个3就约掉了，这个2也不要了，那它就变成8，所以呢 y 就等于8x 减去24。那么最后的方程 8x 减 y 减24等于0，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直线 L 的方程。好了，有关终点的问题呢，我们要掌握夹在两条平行线间和两条平行线都平行，并且到两条平行线的距离都相等的那样的直线，我们如何去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我们把这个掌握了终点的问题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这节课呢我就讲这么多，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以及相关的题型。